总裁丈夫为给小三撑腰，当众扇我耳光。隔天他想补偿我时，人事低声说：“王总，您妻子撤资25亿走了。”他瞬间浑身发抖，耳光响彻整个宴会厅。我偏头撞上身后的香槟塔，水晶杯碎了一地，酒液浸透碗里服，冰得人发抖。周围上百号人，没人出声。林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王默松甩了甩手，嗓音冷得像淬了冰。苏晴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还没恢复，你让她跪着给你擦鞋。你的心是黑的。我没说话，因为我根本没让苏晴跪。5分钟前，我在洗手间补妆，苏晴端着红酒不小心泼了我一身。她惊慌失措地拿纸巾往我裙子上按，越按越脏，最后干脆跪在地上哭起来，声音大的整个走廊都听得见。正好王默松推门进来，正好他看见他跪着，正好他什么都没问。王总，不怪姐姐，是我不小心。苏晴捂着脸，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，梨花带雨，嗓音发颤。我本来就配不上做您的秘书，姐姐看不起我也是应该的。王默松的脸彻底黑了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就像看一滩烂泥。道歉。他一字一顿。我舔了舔嘴角渗血的伤口，尝到铁锈味。凭什么？又是一巴掌。这一下比刚才更狠，我整个人摔进碎玻璃里，手掌割开几道口子，血和红酒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更红。凭你嫁进王家5年，除了花钱还会什么？王默松居高临下的俯视我，眼底没有一丝温度。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给苏晴道歉，现在。我抬头看他，这是那个5年前在雨中跪了一夜，只为求我爸同意婚事的男人。这是那个说这辈子绝不负你的男人。我笑了。王默松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冷笑，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道歉。宴会厅里静得能听见水晶灯轻轻转动的声响，所有人都在看，没人上前阻止。王家人站在角落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。他们从来就看不上我，一个暴发户的女儿，配不上他们百年世家。苏晴还跪在地上抽噎着，但她的眼睛透过指缝看着我，那里面没有眼泪，只有得意。她在等我在所有人面前低头。我扶着柱子站起来，膝盖被碎玻璃扎得生疼。我看着王默松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道歉。”然后我转身，一步步走出宴会厅。身后传来王默松暴怒的声音：“林婉，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。”我没停。背后有人窃窃私语，他还真敢走。离开了王家，他算什么呀？听说他爸公司早倒闭了，现在全靠王家养着呢。忘恩负义呗。门在身后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苏晴带着哭腔说：“王总，您别为我和姐姐生气，都是我的错。”我的眼角终于滑下一滴泪，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我彻底看清了，那个曾经为我下跪的男人，如今为了另一个女人，当众踩碎了我所有的尊严。电梯里，我掏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，响了3声，接通。爸，您说的对，我错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想通了，想通了。好，那按原计划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电梯镜面里自己红肿的脸颊和流血的嘴角，忽然笑出声来。5年，我花了5年时间，终于学会了一件事：
有些人不值得你用真心去暖。第2章，凌晨2点，我回到王默松的别墅，不是他的别墅，我们的婚房。我的行李箱早就准备好了，3天前我就收拾好了。不是未卜先知，而是从苏晴调来当秘书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。那个女人看王默松的眼神和5年前我看她的眼神一模一样，占有欲，不是爱。我在客厅留了一份文件，然后拉着行李箱出门。路过玄关，看见王默松的拖鞋还摆在鞋柜前，我顿了一下，还是弯腰把它摆正了。习惯真可怕。手按上门把的瞬间，手机震了。王默松发来的消息：林婉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可理喻。苏晴为了公司连续加班1个周，低血糖差点晕倒，你不但不体谅，还欺负她。我对你很失望。我盯着这行字看了3秒，没有问我疼不疼，没有问我去哪了，没有提那一巴掌，只有指责。我退出消息界面，打开通话记录，找到另一个号码。周律师，是我。合同准备好了吗？林总，全部准备就绪。明天上午9点，王默松的秘书会准时收到文件。好。我删掉王默松的消息，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出租车来了，司机帮我搬行李时多看了我2眼，大概是因为我浑身是血，像个受害者。他犹豫着问：女士，您还好吗？要不要先去医院？不用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，去盛景豪庭。那是本市最高端的私人公寓。我爸早在半年前就在那里买下了1整层。车开出别墅区，经过那个街角时，我忽然想起5年前。那天下着大雨，王默松跪在那个路灯下，浑身湿透，对我爸喊：我会用一辈子对婉婉好。如果食言，我王默松不得好死。我爸当时只说了句：发誓最没用。王默松坚持跪了1整夜，第2天高烧40度，住院1周。我瞒着家里偷偷去照顾他。他说：婉婉，这辈子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那1年我信了。现在想来，有些人的誓言保质期还不如超市里的鲜牛奶。第3章。第2天早上9点，王默松还在头疼。昨晚他喝了半瓶威士忌，因为越想越气。林婉居然真的走了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王总，您的咖啡。苏晴端着杯子进来，眼圈还是红的，走路轻飘飘的，看起来确实虚弱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放在桌上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谢谢。王默松接过咖啡，随口问：昨晚林婉没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苏晴眼眶又红了。王总，是不是因为我的事？姐姐她跟你没关系。王默松揉着太阳穴，语气烦躁：是他太过分了。苏晴咬着嘴唇，欲言又止，最后点点头出去了。王默松喝了口咖啡，皱眉：太甜了。以前林婉泡的咖啡永远是他最喜欢的苦度，不多不少刚刚好。他拿起手机又放下。为什么要主动找他？本来就是他的错。助理推门进来：王总，盛恒集团的法务代表来了，说要和您谈一件紧急事务。盛恒集团？王默松皱眉：我们和他们有合作吗？没有，但对方说和您个人有关。5分钟后，会议室里，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将一份文件推到王默松面前。
王总，我是盛恒集团的法务总监周明远。根据林婉女士的委托，我正式通知您，林婉女士将从今日起撤回对王氏集团的全部投资。王默松愣住了。王氏集团能有今天，林家当年注资的25亿是根基。这也是为什么王家人虽然看不起林婉，却从不敢在他面前放肆。你说什么？王默松翻开文件，脸色一变再变。这不可能，林家早就破产了，哪来的25亿？周明远推了推眼镜，这是最大的误解。林氏企业从未破产，只是进行了战略重组。目前林氏整体估值超过200亿，而林婉女士作为唯一继承人，持有其中51%的股份。200亿？王默松的声音变了调，怎么可能？另外，周明远又拿出一份文件，林婉女士还将启动对王氏集团持有的15%股份的套现程序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完成后，他与您将不再有任何经济关联。王默松的手指开始发抖。那15%的股份，加上林婉以个人名义注入的25亿，几乎是王氏集团命脉的一半。如果全部撤走，人事部总监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连门都没敲。王总，不好了。林总，林婉女士，刚才撤资25亿，现在公司现金流直接崩了，3个在建项目全部停工，银行那边也在问情况。王默松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翻倒。他终于明白昨晚林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王默松，你会后悔的。他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冲周明远吼：他在哪？周明远站起身，收拾文件，表情平静的近乎冷酷。抱歉，林婉女士目前不接受任何来自王家的联系。另外，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。什么？你的一巴掌值25亿。第4章。王默松冲进停车场时差点摔倒。他从未这样失态过，不是因为怕失去林婉，他此刻甚至来不及想感情的事，而是那25亿的撤资会让王氏集团在72小时内崩塌。这不是威胁，是事实。他疯狂拨打林婉的电话，机械女声永远提示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打给林婉的父亲林建国，对方接起来，态度好得出奇。喂，哪位？爸，是我，默松。婉婉他。哦，默松啊。林建国的语气像在跟陌生人寒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婉婉已经委托律师处理离婚事宜了。你们的事，你们自己解决，我不插手。爸，您听我说，昨晚的事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林建国笑了。你当着上百人的面扇我女儿2个耳光，你说这是误会？王默松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默松啊，林建国的声音慢悠悠的，像在聊天气。当年你在雨里跪着发誓，我本来不信，但婉婉信你，我就给他一个机会。5年了，你让我很失望。电话挂断。王默松呆站在停车场中央，手还举着手机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3天前，林婉问他：默松，如果我离开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当时在批文件，头都没抬。别闹了，你能去哪？林婉没再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那笑容，现在想来，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意味。原来3天前他就做好了决定。王总，王总不好了。助理气喘吁吁跑过来，
脸色惨白。苏晴秘书在网上发了篇长文，说林婉女士长期职场霸凌她，还配了昨晚的监控片段，现在已经上热搜了。王默松眼前一黑，他怎么会有监控？他说是为了记录工作留存的。视频里只保留了您扇林婉耳光和指责他的部分，前面的对话全部被剪掉了。王默松打开手机，微博热搜第一，井号王氏集团总裁夫人霸凌女秘书井号。点进去，苏晴写的小作文情真意切，说自己如何被欺负，如何忍气吞声，如何为了工作强忍屈辱。文末还感谢了王总主持公道，评论区全在骂林婉，这种恶毒女人活该被删。总裁做得对，要是我老婆这样，早离了。心疼秘书小姐姐，太可怜了。王默松的手在发抖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恐惧。他太了解林婉了，从大学开始，那个永远温温柔柔，从不大声说话的女生，一旦做了决定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当年她不顾一切嫁给他是这样，现在她不顾一切要走也是这样。立刻联系公关部，把热搜撤下来。王默松声音干涩，还有找到苏晴，让她把那篇东西删了。可是苏晴秘书说她已经接了4家媒体的专访，还说要把这些年的遭遇写成连载。王默松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他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，苏晴不是在保护自己，他是在踩着他妻子的尸骨往高处爬，而他自己亲手递给了他那把刀。第5章，下午2点，我坐在盛景豪庭顶层270度落地窗前，看着这座城市的轮廓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。盛恒集团 CEO 唐莫言坐在我对面，正在翻看苏晴那篇长文。这女人手段不错，他评价节奏把控很专业，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。你查过她了？当然。唐莫言抬眼，琥珀色的眼瞳里映着窗外的光。苏晴，真名苏小婷，28岁，已婚。过去3年在4家公司任职，每次都在短期内与已婚男性上司产生不当关系，离职时都拿到了数额不菲的补偿。他把平板推给我，屏幕上是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，最后一份补偿协议，签字的正是王氏集团的副总裁王默松的二叔王德利。他是王德利的人。我放下酒杯，准确说是王德利安排来瓦解你和王默松婚姻的妻子。唐莫言笑了，王德利一直想掌控王氏集团，但你握着的25亿是他最大的障碍。你的婚姻越稳固，他的胜算就越低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女人来离间我们。聪明。我闭上眼睛。5年婚姻，我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婆媳关系、门第之见、性格不合。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。而王默松，我的丈夫，不但没有识破，反而亲手毁了我们的婚姻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唐莫言问。不急。我重新端起酒杯，看着窗外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手机上，王默松打了第147个电话，从不同号码打来，我一个都没接。第148次是一个陌生号，我本想挂掉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接起来。婉婉，终于接电话了。你在哪？你听我解释。王默松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像在念菜单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也不需要你的解释。
律师会处理好一切，你只需要签字就行。我不签。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，我不会离婚。昨晚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你想让我怎么道歉都行。删回来。他沉默了。你不敢，对吧？我笑了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我删回去，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会彻底碎掉。你宁愿打碎我的尊严，也不愿意动自己一根手指。婉婉，别叫我婉婉。我说，从昨晚你扇我第一巴掌开始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林婉了。跟你说话的是林氏企业董事长，盛恒集团第2大股东，身价100亿的林总。我挂断电话，关机。唐莫言看着我，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你这样，他会疯的。会疯的人不应该打人。唐莫言笑出声来，举起酒杯，敬你，林总。我与他碰杯，红酒在杯壁荡起好看的涟漪。第6章。下午5点，王默松像一头困兽一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他已打了100多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消息，全都没有回应。林婉最后的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。跟你说话的是林氏企业董事长，盛恒集团第2大股东，身价100亿的林总。他忽然发现，结婚5年，他从来不知道妻子真正的身份。他一直以为林婉是靠他养的，他一直以为林家的破产是真的，他一直以为林婉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。原来他什么都会，他只是不想让他知道。王总，助理再次冲进来，这次表情更加恐惧。银行来人了，说要提前收回给王氏集团的40亿贷款。王默松双腿发软，跌坐进椅子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核心股东撤资，触发了贷款合同里的风控条款，银行说72小时内必须还清，否则将申请资产冻结。72小时。王氏集团账上的现金撑不过48小时，他要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默松，你在哪？快看新闻。母亲的声音尖得刺耳，苏晴那女人在直播里说你老婆想杀人，还晒了你老婆威胁她的聊天记录。王默松打开手机，苏晴正在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室里，哭的妆容都花了。她举着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着几段对话。苏秘书，我劝你离王默松远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发送者林婉，给你3天时间从王氏集团消失。发送者林婉，你这种女人，我见一个收拾一个。发送者林婉。主持人义愤填膺，这种霸凌行为简直令人发指。直播间弹幕密密麻麻，全在骂林婉。王默松却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因为他清楚林婉从来不会说这种话。他生气时会沉默，会冷战，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，但绝不会说出后果自负这种话。有人在伪造记录，快联系苏晴。王默松吼，让他立刻停播。打不通，他关机了。就在这时，苏晴的直播画面突然切断了，屏幕陷入黑色，几秒后重新亮起。画面里不再是演播室，而是一份份扫描文件。王默松的瞳孔骤缩，那是苏晴，不，苏小婷，过去3年在4家公司签署的补偿协议，每一份都附有他与已婚男性上司的亲密合照，以及他前同事的证言。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，
应相关法律要求，现公开以下真实信息。苏小婷，已婚，职业第三者，曾多次以情感勒索手段获取经济补偿，累计金额达320万。演播室里一片死寂，主持人的表情僵在脸上。苏晴的脸从梨花带雨变成了惨白如纸。网络上的风向在一瞬间彻底翻转。第7章，唐莫言关掉投屏，看向我。林氏法务团队出手的速度比我预期的快。不是林氏。我放下红酒杯，是我个人。唐莫言挑眉，我等了3年。我说，从我无意间发现王德利在调查我开始，我就在等这一天。所以你早就在布局。不是布局，是保护自己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我爸当年不同意我嫁给王默松，不是因为门第之见，而是因为他看出来王默松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坏，而是蠢。蠢，被感情蒙蔽判断力的蠢。这种人最容易被人利用。我转过身，看着唐莫言。我把25亿放在王氏集团，不是因为我多爱王默松，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锚来确定王德利的动向。只要钱在，他就会想办法来动。他一动，就会留下痕迹。而你需要这些痕迹。对，我点头。王德利涉嫌职务侵占、商业贿赂、伪造文书，加上这次安排苏晴破坏他人婚姻的民事侵权，所有证据我都已经移交给了经侦部门。唐莫言沉默了很久。林婉，他忽然认真地看着我，你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。不，我笑了，走回沙发坐下。我只是在别人准备伤害我之前，准备好了反击的子弹。这次我没开枪，因为有人替我开了。王默松，他自己。我端起红酒，他那一巴掌比任何子弹都致命，不是打在我脸上，是打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。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我忽然想到，今晚那座别墅里不会再有我的拖鞋、我的牙刷、我的书，我泡到正好的咖啡，也没什么不好。毕竟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属于我。第8章，凌晨，王默松站在空旷的别墅里，像一具行尸走肉。他翻遍了所有的抽屉，想找到林婉留下的任何痕迹。衣柜空了，化妆台空了，书架空了。那个角落里本来放着林婉的拖鞋，现在只有一双男士拖鞋孤零零地摆着。他忽然想起昨晚出门前，林婉站在玄关等他，手里拿着他的公文包。默松，今天能早点回来吗？我想和你聊聊。他当时在看报表，敷衍地嗯了一声。然后苏晴的电话打来，说身体不舒服，需要他送她去医院。他看了林婉一眼，晚点再说。林婉的表情他记不清了，现在想来，那不是生气，也不是失望，是释然，像是终于等到了某个答案，然后轻轻地把最后一扇门关上。手机响了，是王德利打来的。默松啊，王德利的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，听说林婉撤资了，这下集团的资金链出问题了吧？董事会明天开会，可能会讨论一下你的总裁职务是否还合适。王默松忽然明白了一切。是您安排的，他说，声音沙哑，苏晴是您的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叔叔，您为了夺权，毁了我的婚姻。王德利笑了。默松，商场如战场，你那25亿在那儿杵着，我能不动心吗？
再说了，是你自己打的林婉，又不是我让你打的。王默松的手指猛地攥紧，指节发白。对了，王德利补充，明天早上9点董事会，记得准时参加。电话挂断。王默松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终于崩溃了。他蹲下身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剧烈颤抖。婉婉，对不起。没有回应。这座别墅里再也没有人会回答他了。第9章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王氏集团董事会，长桌两旁坐满了人，王德利坐在主位，表情从容。王默松推门进来时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衬衫皱巴巴的，眼睛布满血丝，下巴上冒着胡茬。一夜之间，他好像老了10岁。王总，请坐。王德利指了指长桌最末端的座位。今天的会议议题很简单，关于集团未来发展方向和人事调整。王默松没坐，他站在门口，环视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。这些人的面孔他太熟悉了，有他的叔叔，有他的堂兄，有跟随王家几十年的老臣。在开会之前，王默松开口，声音沙哑但清晰，我要先说一件事。默松，别闹了，坐下。王德利。王默松直呼其名，所有人都愣了。你涉嫌职务侵占、商业贿赂、伪造文书，以及安排苏小婷破坏他人婚姻家庭。以上证据我已经全部提交给经侦部门。王德利脸色微变，但很快恢复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，3名身穿制服的人走进来，为首的一人出示证件。王德利先生，我们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，请你配合调查。全场死寂。王德利的脸终于彻底白了。这不可能，你们没有证据。我们有。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所有人转头。我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黑色风衣，手插在口袋里，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林婉。王默松看着我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我没看他，我看向王德利。3年前，你开始调查我的背景。2年前，你安排苏晴接近王默松。1年前，你指使苏晴伪造我与他的聊天记录。这些我都有完整的证据链。王德利的嘴唇在发抖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3年前我爸就告诉过我，你们王家有人容不下我。我笑了，我只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。经侦人员带走了王德利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我终于看向王默松，他站在那，像一只被抛弃的狗，眼神里全是祈求。林婉，他朝我走来。别过来。我抬起手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你。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会议桌上。王氏集团目前面临40亿贷款危机，我可以注资50亿。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。但有条件。我看向王默松。第一，王默松辞去总裁职务。王默松脸上最后一点血色褪尽。第二，我继续说，王氏集团的所有决策权转交给我指定的职业经理人。第三，我顿了顿，王默松与林婉的离婚手续今天之内办完。3个条件说完，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嗡嗡声。王默松的手开始抖。婉婉，他的声音在发颤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我笑了。王默松，你当着上百人的面扇我耳光的时候，
你给我机会了吗？苏晴伪造聊天记录抹黑我的时候，你给我机会了吗？他哑口无言。5年婚姻，我等了你5年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。我想等你学会分辨真假，我想等你学会保护我，我想等你把那句我会对婉婉好一辈子变成真的。我顿了顿，但我等来的是你为了别的女人扇我耳光。王默松的眼泪终于掉下来，无声的沿着脸颊滑落。签字吧，我说，这是你最后能为我做的事。尾声。当天下午，王默松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我看着他颤抖的手，忽然想起5年前，他在雨中跪着，浑身湿透，手却稳稳地举着戒指。那时候他的手不抖，现在抖了。人真是奇怪，什么都可能变，偏偏记忆那么顽固。临晚，他签完最后一个字，抬头看我，眼眶红得像兔子。那个咖啡的配方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试了很多次，就是泡不出你那个味道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王默松，你现在问的是我唯一不会告诉你的东西。他的眼泪又掉下来。我转身离开，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走到门口，我停下来。还有一件事。他猛地抬头，眼里燃起一丝希望。苏晴在网上说的那些话，我已经起诉他诽谤。法院明天开庭，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作证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推门出去。走廊尽头，唐莫言靠在墙上等我，手里拿着2杯咖啡。你还是告诉他配方吧，他把咖啡递给我，不然他能记一辈子。我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，苦度刚好，不多不少。他不会记得。我说，人只会记住自己在意的事。我在他那里，从来就不是他在意的事。唐莫言看着我，目光很深。林婉，你想过没有？也许他在意，只是他太蠢，不知道自己在意。我把咖啡杯放在窗台上，那更可悲。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，落在我肩上，暖洋洋的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昨晚在别墅收拾行李时，我在王默松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是我这5年来送他的所有礼物，领带、袖扣、手织的围巾、手写的卡片，每一件都保存得很好。卡片上我写的字都褪色了。默松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第100天，要一直在一起哦。他在卡片旁边写了备注，他总是写错别字，得写成的。我本来想拿走那个盒子的，后来没拿。有些东西留在过去就好。走吧。我对唐莫言说，公司还有会。林总，他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，您请。我走进电梯，门缓缓关上。最后的缝隙里，我看见王默松从会议室冲出来，手里攥着那张离婚协议，站在走廊尽头，像丢了整个世界。电梯门合上，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5年青春，换一个耳光，值吗？不值。但从今往后，我林婉的人生不会再让任何人打分。